穿着高级蕾丝，叫了一个水管工上门。男人压着帽檐，无法看清样貌。哪儿？楼上主卫。见维修工上了楼，这女人眼里多了一丝东西。水管工调整好扳手的开口，就拧开了漏水的水管，突然喷出了热水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好在一番整理之后，他搞定了一切，只是在拿取帽子时不小心带掉了一些东西。他无意的看上一眼，随后就愣在了那里。3颗香槟钻正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男人愣了一会儿，便抬头观看，然后将所有的钻石捡起，放在自己的掌心，眼神里已经有了贪婪之色。可是再一抬头，手中这一切皆是虚妄。他笑嘻嘻地拿出项链，看着那颗颗饱满的珍珠，温润如玉的手感让他有一阵莫名的舒爽。他猛地扔下项链，擦拭着脸上的水珠，再一抬头，他能得到的还有很多。首饰盒子里装满了钞票，样样东西看着都价值非凡。他小心地看了眼门口，才拿起那颗最小的钻石。他嘴里叼着手电筒，反复确认着钻戒的大小和尺寸。那钻石散发着淡紫色的幽光，让他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他就察觉到了不对。什么时候能完？在男人诧异的目光之中，女人自顾自地梳了头发。她淡定地诉说着晚上的约会，可男人握着扳手的手却慢慢用力。他抬起左手，在女人的面前来回晃动，而女人的眼光之中已经因为紧张多了一些东西。我很快，马上。谢谢啊。说完了谢谢，女人就一边梳头一边离开了卫生间。松了一口气的不光是女人，还有一脸紧张的男人。他咽了口唾沫，这才稳定了心神。女人赶忙给物业打电话，可却没人接听。她紧张地攥紧了裙子，随后便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是刚拨出，楼上就传来了声响。她赶忙把电话藏在后面，然后又撞起了盲人。2个人在楼梯拐角处相遇，那男人还特意把扳手放在了外面。女人不敢声张，只能继续假装。就在这个单子上给我签个字儿。女人没有说话，只是将手机往后挪了挪。蕾丝礼服没有口袋，她还在焦急地想着办法。男人把笔塞进她的手里，随后又给她指引方向。电话突然震动，让女人紧张的不行。你来物业多久了？3天。来了3天了。我说了，我不熟悉你的声音。如此这般说辞，算是稳定住了男人的心。只是突然传来的开门声，却险些让女人露了馅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女人并未求救，只是看着楼下的人争吵。男人要起身离去，就被他抓紧了胳膊。他抽回了圆珠笔，问了句没事吧。女人淡定的回答，眼神里的恐惧也缓缓消失。男人看了她一会儿，然后就侧身离去。2个人再没任何交流，就这样放过了彼此。他在首饰盒里一通翻找，终于确定丢失了什么。他赶紧整理了一番，只是心中的恐惧更深。听着门外楼下的声响，他彻底慌了神，赶忙卸下了昂贵的项链，这样将所有首饰全都摘了下来。楼下传来了脚步声，一个女人出现在楼梯口。她走到主楼的卫生间，看到了干净整洁的台面。沈阿姨。哎，你今天不是要去工地陪你丈夫吗？对，我一会儿做完了我就去。行。哎，那个……哦，对了，你那个信息我看到了，不过刚好这2天有事忙没给你回。工钱我可能不能给你涨了，倒是刚好我有个同事就住隔壁小区，刚生完孩子需要人帮忙，要不我1、3、5给你放假吧，你去他那边。女人正想说些什么，可女主人就接起电话转身就走。本想解释家里来人和丢失戒指的事，可是却只能把话再咽了下去。下班的路上，女人啃着玉米，躁动的 DJ 传来，跟她的情绪如出一辙。她挂断了老公的电话，犹豫着要不要报警，可寻思了许久，她还是没有拨出。地铁末班车，整个车厢都空落落的，也只有她的对面坐着一对情侣。可是抬眼一看，她就愣在了那里，紧张的情绪袭来，她已经没了下车的可能。再次拨打报警电话，那家伙似乎是有所感应的醒过来。女人转头的功夫，2个人正巧对视，除了震惊和迷惑，男人的眼里看不出其他什么。而女人向下看去，看到女孩正戴着钻戒，肚子隆起，男人也握紧了拳头。女人沉默不语，可男人却一直在盯着她。2个人的秘密同时暴露在了空气之中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